欢迎两位哈，教声乐是吗？对，你们俩是同学是吗？资料上说是吗？校友。校友。一个学校的。一个学校的啊？怎么认识他的？就他当时是毕业之后开了一场毕业演唱会。哦，毕业的演唱会。对，我当时就去看了，当时觉得那个男孩还挺不错的，挺帅的，唱歌也挺好听的。哦。就对他产生了好感，去问他要了微信。你主动的？对，我主动的。后来呢？后来就跟他相处了有1个多月左右，然后就跟他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在成都的时候都还挺好的，他对我挺关心的。后来他又决定从成都去北京之后，整个人就变了，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去北京就等于做老师是吗？对。怎么了呢？他去北京之后就经常不跟我联系，有时候甚至要1个星期才给我打一个电话过来，给他发信息他也爱回不回。那他到北京，你们就靠这个微信什么的联系吗？没有，他当时去看过我2次。而且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都特别忙。对，因为我在北京特别忙。我刚开始也不是做音乐老师，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，为了生存什么都会去做，我走不开，回不了成都。然后他就来看过我2次。他来北京看你。我去看你的时候，你有理过我吗？当时不是因为我忙吗？你1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陪过我呀。1个小时都没陪过。对，回去吃个饭，然后他又上班去了，就我1个人在房间里待着。他当时去的时候是10月份，我10月份其实是最忙的时候，因为10月份别人都在度假期啊，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，我们要接演出、接活动，因为为了生存。然后他去的时候正好是10月份，我那段时间接了几个特别重要的活动，没有时间陪他，我就只能让他1个人在房间里待着。而且我还要做着非常理解他，还要想着为他分担一点什么，还要在家里给他洗衣服、做饭什么的，什么都为他想了。我不是去了2次嘛，第2次去的时候看见他都瘦了，就感觉心里特别心疼。我还去商场给他买了一个电饭煲，想着他胃不舒服的时候能做点饭。这些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现在不是后悔了吗？我不是知道我错了吗？我现在就想挽回你啊！你觉得有用吗？现在，而且他跟我分手了，分手1个月，他又和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，这么快，你把我当什么了呀？那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什么时候跟你分的手？4月份。4月份分的。4月份为什么分手啊？因为他当时跟一个女孩住在一起了。这不是住在一起，不是像你那样说的，我都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。没事。当时是这样，在北京生存压力很大，合租很正常其实，而且不单单是我和这个女孩，还有其他的人，我们租了是一套3居室的房子，我们1人1间房子，而且我和这个女孩都是一起搞演出的，我们还能经常在一块儿讨论。那你跟他合租的这个事儿，你有跟我商量过吗？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吗？我要是单独把这个合租的事拿出来和你说的话，你不如对我误会会更深吗？然后而且这个事都是我自己发现的。你怎么发现的？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说他正在做饭，就把电话给我挂了，说待会儿给我回过来嘛。后来我就自己无聊翻了一下朋友圈，结果倒好，一翻朋友圈里边就是他跟那个女孩的照片，还有一桌子菜，还有个生日蛋糕。那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一起吗？我们原来在一起也经常发照片啊，我状态那么多，你翻到最底下就是我们的照片啊。那你去了北京之后，我就不是你女朋友了吗？不吵。他特别无理取闹，当时，因为我原来和他在一起没有过生日啊，任何节日，我这个就是比较现实，步入社会可能说是比较早吧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要那样，就那样就是特别空的生活。但是他特别想让我给他每天说一些甜言蜜语啊，能够照顾他啊，能够经常的呵护他这样。那一次我不是和那个女孩合租在一起了吗？我回去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已经和她的朋友们就在我们家开始忙活了，我才知道那天是她的生日。你说我又不能在那儿干等着吃，对吧？我就去帮忙打了打下手，然后最后就是象征性的发了个这样的状态。他倒好，我当时都懵了，直接打过电话来说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，不要再在北京待了，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就分手。就这样吵了2-3天。我为什么发脾气啊？还不是因为当时我那天才知道你跟那个女孩住在一起了，我肯定会生气啊。不，合租和住在一起是2个概念，姑娘，咱们严谨一些，好吗？对。但是他根本就没跟我商量这个事儿。对，如果跟我商量，我肯定还会理解你的。然后呢？就吵了2-3天之后就分手了，是吗？对，因为当时他说分手吧，我知道他是赌气啊，因为当时我
其实在北京生活的挺辛苦的，他也不理解我，我每天忙啊，然后他每天就是这样怪我没有陪着他啊。当时我也想着，就是他是有相思之苦，而你又想在北京闯一番天地，对吧？因为我不想理解，不想在成都的那样的生活啊，每天面对着同样的人，做着同样的事儿。行。然后20多岁就能看到50岁的样子，我不想那样，我不想机械的重复着过那样的生活。咱们接着说啊，分了手之后又怎么了呢？什么叫分手之后？刚才你说的1个月之后又找了女朋友，是吧？1个月之后他就和那个他过生日合租的那个女孩在一起了。哦，那你是咋知道的，姑娘？翻他朋友圈看到的。没有，其实不，我们先说事实嘛。你1个月之后是不是跟那个合租的女生变成了男女朋友了？咱们说事实。对。对。不是，其实这个是有理由的啊。你说吧，没事儿。我也不想为自己辩解，但是就是已经发生这样了，我也不想去解释什么。好吧。因为当时分手以后，我也比较低落，工作也比较烦，也没人理解我。寂寞。对，就是这个女孩，她经常会安慰我，然后还挺照顾我，给我做饭啊，给我洗衣服。后来慢慢的就觉得，可能是当时我需要这样一个人啊，就和她在一起。后来呢，又分了，为什么分？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和我在一起以后，就正式确立关系以后完全变了。她就是有一些拜金啊，很物质的这种时候，他羡慕别人有那些名牌包啊、好的衣服啊啥的，他就会说，你看人家都有，我就没有。然后还经常会说是让我去带他下馆子，而且当时我其实挣的钱也不是很多。10月份的时候，他非要说放下手头所有工作陪他去旅游，因为当时我还又是国庆节，就是比较忙，我就走不开，他就特别无理取闹，跟我闹了很多天。我说我们真的是不合适。哎呀，我们看一下这2个女朋友啊，当然对比不是好事儿，但是你前后2个画面对比在一起，还能说明一点问题。一个是千里迢迢的从成都飞奔过来，伺候他做饭，他回来吃完饭又去忙，没有怨言的就离开。一个是说不行，你必须要跟我出去旅行，否则就分手。你脑海里面是不是这2个画面到处交叠的？对，那会儿觉得他特好吧？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没多大感触，但是和后面这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到后面我们相处的时候，越来越想她，越来越觉得她对我真的好。哦，我就想争取她能来北京和我一起奋斗。哦，你还希望她跟你一起到北京来奋斗？对。那你回成都陪她好了。但他不愿意啊。好，我之前跟他提过。女生，你想来北京吗？不想，我在成都本来就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考虑其他的，你复合的前提是他回成都。对，因为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就我们俩关系就变得特别不一样了。然后又因为他去北京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们俩分手，所以如果需要我来北京的话，我肯定还是不太愿意。我不会来北京。不会来北京，那你就面临选择了，一边是爱情，一边是前途。但是我觉得这2者是可以兼得的。不是你们姑娘是爱情吗？不选择这段爱情，那你当然可以兼得了。但我觉得他要喜欢我的话，他可以来北京和我一块儿生活。他要喜欢你，他可以和你来北京。难道你就不愿意为我付出一点吗？为我放弃北京的一切，跟我。但是我在成都那样的生活，我不开心，你不知道吗？好，我还有问题想问啊，就是男生其实到北京看来也有一段日子了。对，1年多了。春节回成都了吗？春节回去待了3天。干嘛就待3天呢？没有，其实当时是想要待很长时间的，但是就是因为到大年初3的时候，北京这边忽然来电话，有非常重要的活动，我只能赶回来了。那我想问一下女生哈，她回成都之后，你们俩关系好吗？她对你好吗？她根本就没有来见我。春节都没见？对，回成都3天没有见我。当时回去的时候，因为我爸妈也在家嘛，我就先陪爸妈了。然后本来想的是就是忙完这边的事儿，陪着我爸妈以后，我就会去找他。结果这边还没完，北京就来电话了。我接着再问啊，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吗，兄弟？我父母没有见过他，但知道有他。
你父母见过他吗？见过。那你父母知道，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你们已经分手了吗？不知道，这个事没跟他们说。哦，那你这半年是怎么过的呢？我就一个人在成都呀，想他的时候我就看一下以前的照片。就是你们分手之后，你还会想他？对，还会想他。哦，很痴情的一个女孩子哈。今天男生是要求复合，对吗？对，但是是带条件的，是你来北京跟我一起，我会好好爱你，对吗？我觉得这也不算条件吧。好吧，女生现在是复合有条件吗？是无条件的复合，还是说回成都吧，我们好好在一起？回成都吧。啊。因为他在北京过得确实也不太好。我也不想让他在北京过那种漂泊的生活。女生还是疼他啊，就别过那种漂泊的日子。好了，老师们，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，你其实和女孩异地恋，但是有几个问题很难解释。第一就是女孩千里迢迢的2次来找你，并且如果回头草呢是个健康的好草，那么为何不吃？但是如果回头草根本呢吃了就不健康，那当然不用吃。而回头草到底可不可以吃呢？通常我有3个标准。第一就是你们2个还爱吗？第二就是请问当初你们分手的时候迈不过去那个坎儿，现在过了吗？3，请问你们都进步成长了吗？我们一个一个来检视。1，你们还爱吗？我觉得从这个位置看见有些男人脸上一个非常常见的表情，就是我吃定你了。这种吃定你的意思就是，我知道我怎么辜负你，你还是会让我回来的。我十分讨厌这样的表情。其实有的时候不要辩解，男生真的不要辩解，你摸摸良心比较一下，你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谁更爱谁多一些。他可以去千里之外给你做顿饭，买个电饭煲，只是因为心疼你吃不好。你大过年的千里之外回家，你居然可以不见他一眼，谁爱谁多一些？分手之后，他依然在成都默默的等待和思念，等你回来，你转眼就可以找别人，谁爱谁多一些？你从来没有给他过过生日，却可以跟另外一个女人做一桌子菜。你在给那个女人做饭做菜的时候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你愧疚不愧疚？谁爱谁多一些？这还需要狡辩吗？没有必要吧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己挑吧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相信只有你才知道我不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我内心还是有你的。我以后会成长，我也会为你改变，但我希望你能让我留住我的梦想。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儿，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你有一丝的感动。最后你还是希望我理解你，可是最后你理解我了吗？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了，你有考虑过我这个当女朋友是什么样的心情吗？你有考虑过我的立场吗？你什么事都是只为自己去考虑，从来都不顾我的感受，完全就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女朋友一样。之前你在成都的时候，我们俩都还好好的，突然去了北京之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特别冷淡，不一样了。我还是想考虑一下。哎，没有我们把你说成哪样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每次像你这样的男生站在这儿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说，你与我们之间远无冤近无仇，我无意去抹黑你，我只是看不得他被你摧残。还是那句话，追求梦想没有错误，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实现梦想，托我们爱的人去陪我们吃苦，
这件事儿我们太自私了，没别的。谢谢你，两位请回吧。哎，看到这档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还真是挺替他们揪心的啊。来，请关门。其实我觉得老师们跟他们说的都是最基本的人生道理，但他在这个时候他听不明白，他总觉得好像哎你们是不是要指责我呀？其实没有，我们就是想让冷静下来的反思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聚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这对恋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请开门。还有话吗？既然这是他的选择，我尊重他。我其实可能知道错有些晚了，但是我给你个建议啊，你真的跟他说声对不起吧。你要觉得错了，对不起。这是因为我的梦想还没有完成，而且我现在很小。既然他这样选择，我就要更好的去追梦，我要享受在追梦过程中的这种充实。你老实的回答一句，你的梦想当中曾经有他吗？有吗？我希望他能陪着我，我没有想过。我是说你的梦想当中有他吗？你想象过自己成功之后有他分享你的故事？你想过这事儿吗？有，我想过完成梦想以后，后面又参与了一个人，就是另外一个女生，对吧？你的梦想并不单纯，有单纯的人，梦想才可能成真。是吧？加油吧！谢谢老师。